美国想利用北约反华，但是北约的软肋也是中国，这证明我们又做对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中国人一向对北约的态度非常反感，主要是因为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现在，美国在军力相对下降之际，又在不断地利用北约来敌对中国，因此出现了北约将中国列为挑战和潜在对手的情况，甚至出现了北约要进入亚洲的声音。其实，我们看待北约也需要理智。从王毅外长日前所表达的要与北约发展稳定关系就能看出来，北约是一个由30个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其中呢绝大多数国家对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没有兴趣，甚至呢反对与中国对抗。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问题，那么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既是北约，更是美军所为。而我们区分看待北约和美国是非常有智慧的。近日，美国政治家发表文章认为，北约30个成员国的官员自6月确定中国是挑战之后呢，这将变成一个无休止的可塑性的术语，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一方面，美国试图将北约的目标与自己限制中国的愿望结合起来，而另一方面呢，像匈牙利这样的中国友好国家则希望与北京接触，然后呢，是一个巨大的不断变化的中间派，以及不想过度对抗中国的西方鹰派，还有希望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务实派。美国驻北约大使宋利安·史密斯坚持认为，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是可以兼容的，但是将联盟的言论转化为行动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欧盟最高外交官何塞普·博雷尔就表示，北约不是为在太平洋的行动而设计的，它是一个北大西洋的联盟。战争正在北约的后院肆虐，俄罗斯并没有放弃其复仇主义野心，而中国现在是否值得如此多的关注呢？美国一直试图将北约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的身上，认为该联盟必须削弱北京的影响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投资于自己的军事能力。某些盟国支持这一追求，包括加拿大、英国、立陶宛和捷克。而美国呢，一直在用强调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但是，东欧国家希望北约完全专注于俄罗斯的威胁，一些人担心激怒中国，以及将北京进一步推向莫斯科怀抱。与此同时，一些西欧大国希望与中国保持更紧密的经济合作，与中国敌对远不是其优先的选项，所以北约国家在面对中国时仍然陷于无休止的争吵。美国人认为，北约还必须进一步的深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区盟友的伙伴关系，但是他们最可能合作的领域也不过就是加强网络防御，而这种合作似乎对中国并没有任何威胁，也体现不出北约的价值。欧洲人还认为，美国拉着北约对付中国，主要是为了应对台海危机，但是这对北约是个死结。当被问及如果台海爆发全面对抗，北约会如何发挥作用时，斯图尔滕贝格却答非所问。他说，北约将尽量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声称，这些大西洋的盟友将会再次团结起来，捍卫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现在的问题是，联合国宪章明确尊重中国的主权完整，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美国在如何利用北约遏制中国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好办法。目前的进展仅仅在于打嘴炮层面。北约对中国的主要威胁就是口头表达反对大陆通过武力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这并不是北约能决定的。
北约国家在面对中国时不能团结，因此我们也没必要把这些国家放在一起骂，还是要团结更多的欧洲国家，集中火力对付美国更合理。毕竟炸了中国大使馆的是美军的 B-2轰炸机。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